被疯狂吐槽的9种多肉，入手就是坑，新手绕行，再漂亮也别买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多肉越养越细、越养越高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明明没有改变养护方法，多肉化水黑腐的情况？你有没有遇到过多肉叶子哗哗往下掉的情况？这些都是多肉要挂掉的前兆，但是多肉养不好的因素太多了。今天介绍一种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原因，那就是多肉有些品种天生就是爱自杀的性格，大神也拿它没办法。你养死过几颗多肉了？超过5颗的请回复1，没有超过的请回复0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前面花花给大家推荐了几种容易养护的多肉，大家有没有入手一些呢？今天花花给大家介绍爱自杀的多肉品种，以及一些商家的套路，如果你家里有一定要注意啦。1. 要紧多肉。所谓上色易得，出紧难求，想要多肉植物上色，虽然要费些功夫，但是只要环境和养工都达到了，还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不过想要多肉植物出紧就不太容易了，单靠环境和养工是做不到的，还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，可谓是可遇不可求。不过近几年，这种出紧的多肉植物却烂了大街，好像随便一个多肉小地摊上就成箱的摆放着大批的出紧多肉，看起来绚烂无比。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玩意儿叫药紧，就是用药物来使多肉叶片的某部分失去叶绿素，从而造成色彩斑斓的假象。与真紧多肉相比，药紧的紧斑过不了多久就会退掉，而且退紧的多肉还算是运气好的，更多的是由于药物的作用，很多药紧多肉买回家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命呜呼。所以新手朋友们如果在地摊上见到批量的紧斑多肉，那这10之8九就是药紧，即使再漂亮也别买，直接绕着走就行。2. 喷漆多肉。除了药紧多肉之外，目前市场上还会见到一些颜色特别妖艳诡异的多肉，比如蓝色的玉露，还有金光闪闪的观音莲。漂亮不漂亮先不说，反正是要多惹眼有多惹眼。不少新手肉友见到这样独特的多肉，以为是什么新品种，自然也都抢着去买了。当然这肯定不是什么新品种，而是比药紧还要拙劣的喷漆多肉。红漆、绿漆甚至金粉漆都用上了，可谓是毫无底线。这些喷漆的多肉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际上植株表面已经被油漆中的化学物质所侵害，气孔也被油漆堵住，导致肉们连正常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都有问题，买回家后迟早都会归西。而更气人的是，这种喷漆多肉养在家里还会污染空气，所以奉劝新手肉友，遇见那种颜色特别妖艳独特的多肉，还是绕行为妙。3. 伪老桩多肉。除了上色和紧化，群生多肉和老桩多肉也是肉友们所追求的。群生还好，有些肉天然就会多发侧芽，也有些用砍头和摘心等方法也可以让多肉植物爆头。而一棵小苗想要养成老桩，需要非常长的时间，而在漫长的过程中，肉很容易出现死伤，所以一棵老桩多肉的价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。不过这对于一些奸商来说并不难，他们发明了一种老桩速成的方法，就是先让多肉植物在短时间内徒长，然后把底部的叶片全部撸光，这样一株貌似老桩的多肉就成型了。而其实这种方法得到的只是伪老桩，和真老桩相比，伪老桩茎干上粗下细，完全没有真老桩那种古色古香、历尽沧桑的美感，整个植株看起来非常不协调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所以新手朋友如果见到茎干上粗下细，或者茎干还是嫩绿着的所谓的老桩多肉，千万不要花高价入手，因为它本质上只是一株徒长了的多肉而已。除了介绍的商家的套路之外，有一些没有被动过手脚的多肉也是非常难养的，如果你家里有的话，一定要多用心照顾。4. 难养的品种。1. 玉蝶。你以为养护多肉植物时都要精心挑选土壤？玉蝶首先表示不服，听说是要用泥巴才能够养好的品种，所以不推荐新手养护。如果你的养肉年龄达到2年以上，不妨入手一株看看。而在玉蝶的养护过程中，玉蝶是沙漠植物，水分较少也能正常生长。
但家庭中的植株会比野生的娇弱，在保证充足光照的前提下，要经常浇水，盆土变干就浇水。至于浇水时间，春冬季节中午浇水，夏季在下午或晚上凉爽的时段浇水。初次养玉蝶，不知道什么时间浇水，可以摸摸玉蝶的叶子，有些软软的发蔫，就是缺水了。当然要根据土壤的土质，适当的增加或减少浇水次数。2. 富士。富士一直都属于贵货，是非常好看的一种多肉植物。然而，锦化品种本来就不好养，对于新手来说，就更不该碰富士了。当然，虽然不建议新手养，但还是要说说富士的养护方法。富士要状态好，需要充足的光照，除了夏天，其他时候全日照。夏天需适当遮阴，小苗夏天不要直晒。富士养护不能太干，特别是小苗，发根后每10天半月浅浸盆一次，但不要浸透，太潮了会烂根。成株也都是采用浸盆的方式给水。3. 仙女杯。作为多肉植物中非常鲜的一款品种，估计肉友家中都会有那么1、2颗，养成老桩的话，非常好看。不过，仙女杯度下一定要控水或断水，属于纯新手勿碰系列，建议养肉年龄在3-5年的朋友入手。而在仙女杯的养护过程中，夏季仙女杯进入休眠期，此时应少水或是不给水，因为大水高温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烂根。到了9月以后，温度开始下降，可以慢慢恢复浇水。冬季如果温度在0°C以上，可正常给水，否则就需要断水，避免冻伤和烂根。冬季虽寒冷，也不是指整个冬季都不给一点水，可以选择在温度适宜的中午微微给点水，适宜于远离植株根部的盆边上给水，切忌喷雾，避免由于叶心水分停留太久而引起植株腐烂。春季待到气温上升后，就能够逐渐恢复正常给水。4. 翡翠冰法师。法师类植物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养，它的株型特别高大帅气，威武霸气。有一种翡翠冰法师虽然漂亮个性，观赏性能强，但是非常难养。它的叶片是以绿色为主，边缘带有少量的锦斑，它的叶片也像几何状，层层叠叠，就像一朵盛开的绿色莲花一样，特别漂亮，颜值很高，也是法师3圣之一。不过在夏天，翡翠冰法师是特别难度下的，它是特别怕高温的，怕暴晒，不小心晒了太阳，叶片边缘的锦斑都能晒焦了，比其他的法师都难养。很多人在夏天直接养的黑蝠死掉了，养几年也不成功。很少有人把翡翠冰法师养成大老桩的。总结，以上就是4种被肉友们疯狂吐槽的多肉，它们乍一看可能非常漂亮，但是买回家却是坑。新手肉友如果见到这些多肉，注意一定要避雷，即使再漂亮也不要入手。建议新手朋友可以先看花花之前推荐的便宜漂亮且好养护的多肉，慢慢积累了足够经验，再养一些进阶品种。更何况，即使是普货，只要养好了，一样上色变美出状态成老桩。花友们还遇见过什么多肉的坑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。以上就是9种不太容易养的多肉，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